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今天節目一開始，我們先歡迎來賓，前資深外交官介文汲大使。思敏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時事評論員王尚志，尚志哥。思敏好，觀眾朋友大家好。資深媒體人彭華幹，華幹哥。思敏好，大家晚安。好，觀眾朋友，謝謝觀眾朋友。我們最近節目時常的登上在國際的熱搜榜，持續的繼續幫我們按下熱推鍵。如果沒有看到熱推兩個字的話，記得幫我們在留言板親自的寫下這個熱推這兩個字。那今天呢，同時也是我們節目這個2週年，然後呢第600集哦，所以呢也歡迎觀眾朋友在下面跟我們做更多的留言互動，也可以在上面寫說你現在是在哪個城市觀看的，那麼我也會有空的話親自回復給觀眾朋友這一些留言。今天節目一開始我們要特別來關心到的，當然還是在美伊戰事，我們要來聚焦。現在戰事其實看起來是平緩，但是其實可以說是一觸即發的。美軍在這個時候針對荷姆茲海峽最新祭出了是15艘的軍艦封鎖住荷姆茲海峽，並且他說呢喊隨時會擊沉。現在可以看到整體的氣氛是在升溫而且對峙的。伊朗的部分則是現在準備好了，包括他的快艇攻、群攻、無人機蜂群跟他的飛彈飽和。隨時可能會發動總攻擊，把這一片海域變成火線戰場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今天3個火線話題，等一下我們會一起來做聚焦。首先看到的是美軍的15艘軍艦已經正式的壓境在荷姆茲海峽了。川普這一做是想要戰略封鎖，還是把全球能源會不會推進另外一場戰爭？美國真的如學者說的，接下來會展開所謂的登船檢查嗎？甚至做這個攔截這些船、扣押商船。如果這麼做的話，是否踩破了國際的紅線呢？另外，美國真的有能力可以持續封鎖住荷姆茲海峽嗎？這個我們會持續的關心。當然了，伊朗方面也不是吃素的，他可能祭出的3大王牌武器，剛剛我們特別提到了，會不會把油輪變成移動的靶場呢？這個是第2個問題。最後，今天也會來關心到的是，伊朗其實也放話了，美國你如果封鎖荷姆茲海峽的話呢，我也會這個封鎖住荷姆茲海峽。那美國如果你讓港口不安全的話，那麼我就讓整個波灣不安全，對波灣地區發動攻擊。今天會持續來看。另外就是伊朗說的，他要封鎖住曼德海峽，全球能源系統會不會崩盤？今天都會一起來做一個完整的解答。好，趕快來看到的是美伊戰事正式的踩入到紅線了，就是因為川普正式的宣布，在13日晚間的10點開始，也就是台灣時間昨天晚上的10點開始，正式對荷姆茲實施全面性的封鎖，並且派了15艘的軍艦已經集合到周邊，並且下達了戰時規則的命令。任何的船只都進出這個伊朗的港口，都會一律的把它攔截下來，並且如果你要突破封鎖線的話，那麼我就會把你擊沉。最後他強調了，這些動作會是非常迅速而且非常殘酷的。但是學者點出了說，美軍今天如果要封鎖荷姆茲海峽，會有幾大問題，美軍得特別來面對。今天我們來一一解析，共有哪一些問題。首先，第一個，美軍要打誰的船，又要怎麼打呢？美方有沒有可能進行剛剛說的登船檢查？那麼如果真的登船的話，是不是不排除接下來會做扣押、破壞、擊沉商船的這些動作？是否觸犯了國際法呢？那麼如果這些船只是來自於美國的盟友，不管是中國大陸這個從中東運送到中國大陸的油輪，或者是去南韓的這些油輪，美國也會來把它攔下來嗎？那美國真的敢動手嗎？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是，美國要封住荷姆茲海峽，真的有這麼的容易嗎？因為呢，剛剛說了嘛，美軍目前只有15艘的軍艦。但是呢，我們要知道，荷姆茲海峽在過去正常時間的時候，其實是有上百艘的船是會在這邊通行的。那在後期，其實這個船只才慢慢的下降到每日數十艘的油輪，可以說是全球最繁忙的一個地方了。最後是到底美國跟伊朗誰會撐不住？因為如果美國它的船艦集中在這個地方，伊朗也有可能祭出它的快艇、跟無人機、跟飛彈飽和做攻擊呀。那麼美軍跟這個伊朗真的打起來的話，誰會先撐不住呢？再來就是伊朗也暗示了，接下來他另外一個要封鎖的目標就是在紅海的曼德海峽了。
伊朗方面也痛斥美方的舉動是非法的海盜行為，如果持續的封鎖的話，他就會去攻擊包括了這一些波灣的國家哦。那麼我們也看到了，包括這些波灣國家，他也特別提到了，像是沙烏地阿拉伯、阿聯、卡達等等的港口都在伊朗的射程範圍之內。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要特別請教大使怎麼看了15艘的軍艦，川普就想要封住荷姆茲海峽，有這樣子的一個可能性嗎？會不會也一不小心也把盟友拖下水？美國另外一方面會不會真的登船檢查有沒有違反國際法？大使怎麼看？當然，這個整個封鎖都是違法的，包括伊朗的封鎖也是違法的，美國封鎖也是違法的。他所有的這個從自始就違法，那更不要說登船啊、檢查都違法，他沒有權利這樣做。因為國際海洋公約基本上就是一個最主要的原則，就是公海自由，沒有人任何可以，尤其这種沿岸國家不能這樣。其實這個叫國家海盜行為。這個海盜行為在國際海洋公約從16、17世紀開始就是嚴格禁止的，對，而且它嚴格禁止沿岸國家對於航行自由的這個限制。所以你知道這個為什麼要這樣做？因為當時定這個海洋法的是一個叫這個荷蘭的一個國際法天才叫Clausius，他是國際法的這個奠基人嘛。因為他那個時候最大的海權國家是荷蘭，所以呢，他要把海洋的自由推到極致，不要讓沿岸國家来控制它。所以你知道我們的領海最開始只有3海里，3海里，船可以開到你家門口3海里，最後變成6海里，最後現在12海里，基本上就是公海自由、航行自由。那所以美國的跟伊朗這個都是違法的。那美國為什麼可以做得到？不是那麼累，因為事實上，照國際這個海事組織這種還有海事公約的話，所有這些合法的商船啊，在這個海上行為，它都有登錄的，它都會提供資料給國際組織。我這一艘船是什麼時候要從哪裡要去哪裡？我大概裡面裝什麼？所以這個才會造成像也門。這個胡塞組織，它都可以有效控制紅海，它的飛彈都不會亂打的。對，它飛彈不會亂打的，它一打就打你這些。他上次打一個英國的船，他說，因為你這個英國船你要行往，你的下一站是要往以色列的港口，所以我打你。對，要不然就是說，他可以知道你的貨物裡面有一些問題，它產生化學品啊，這是什麼東西？所以事實上的話，技術上不難，而且。美軍這樣子的一個怎麼講呢？就跟法律不是每天要警察在那邊看着你的行為的。法律一頒布以後，大家心裡面就怕。規則一頒布就看，你被他打一個，你就知道全部大家都不敢違反。尤其那些準備闖關的這一些船，他自己就自己要小心了。所以技術上是可能15艘，雖然美國不是在荷姆斯海峽進行封鎖，美國是在阿曼灣，甚至在正外面的阿拉伯灣，那15艘夠了，因為這個東西很多是你的電子偵測跟電子打擊能力，你的遠程打擊能力，你不需要人程一路，所以美國是有這個能力啦，別人也會遵守。可是你要清楚，川普下達的命令是什麼？川普下達的命令是怎麼樣？他說我封鎖進出伊朗港口的所有船隻，他沒有說他封鎖荷姆茲海峽，他只是封鎖你進出伊朗港口的所有船隻。那也就是說，從荷姆茲海峽開來，假如不是從伊朗港口出來的話，是從海灣國家出來的話，那個 OK， 那個 OK。你要進去，你是進海灣國家，所以海灣國家說你這樣子把我的生計也給我本來跟伊朗還可以付點錢就過路了，你現在把我都弄。那美國說我沒有針對你啊，我是針對伊朗進出伊朗。可是所以伊朗很厲害啊，伊朗立刻就是說全面封鎖荷姆茲海峽，因為美國會說這個東西玩下去，伊朗的油還天天往外運啊，對不對？伊朗的油天天從荷姆斯海峽往外運，而且造成它在外交上的一個有利的一個什麼槓桿的點，大家都去找伊朗談條件。那伊朗就可以提出來相對的條件，他就想說，你們這些歐洲國家不支持我，是不是被伊朗收買了？伊朗說，給你2條船過荷姆斯海峽，
可是呢，你不要把你的領空開放，你關閉你的領空。那這歐洲國家說好，我就這樣照做。那川普對不對？他現在吃那麼大虧，他認為都是從荷姆斯海峽來的，所以他現在這樣做，可是實質上造成荷姆斯海峽全面中斷，因為伊朗這樣說，那我不玩了，我就全部封鎖。那所以現在就卡在這個地方了。那如果再不解決的話，那就是先來全球能源危機，接下來就是經濟危機，那這個問題就大了。看川普怎麼看了。好，所以我們也可以看到這一場危機，現在看起來不僅僅是影響在波灣啊，還有美伊兩國而已。接下來可能引爆的是全球跟這個全球一起陪葬的經濟跟石油上面的危機。那美國祭出這樣子的一個封鎖，接下來伊朗總會有反制吧？剛剛提了幾種的武器，接下來伊朗可能會做哪一些舉動？現在被說美伊兩國都很瘋狂，那隨時這個在比誰比較瘋。那誰會先動手？戰爭再爆發的幾率有多高？幹哥怎麼看？好，我完全同意大使剛剛說的。你要曉得，每一個國家的領海，它現在最多只有12海里，大概是多遠？就是大概差不多20公里，就是靠近你的那個沿海20公里，那叫做你的領海。但是經濟那個領海那就不一樣了。可是意義上的領海，國際法認定的只有20公里，出去就是公海了。那所以大家會想說，哎呦，你封鎖他也封鎖，你們伊朗跟美國是不是在海上要打起來？不是，我們必須要講那個，其實我們必須要用一個地圖來看。我們現在手邊沒有地圖，但我可以簡單的跟各位講，就是說，伊朗它針對的是荷姆茲海峽，這個海峽就像我們剛才講的，它最寬的地方大概只有20多公里而已。而美國不是要在這個地方封鎖，它要退到外面的波斯灣，接近阿曼灣，再過去就是阿拉伯海了。他要在那個，為什麼？因為美國的驅逐艦那是1萬多噸，他沒有辦法在荷姆茲海峽裡面轉過彎來對付你，所以他要在別的地方，他在外面的地方進行他們認定你們可能會資助誰？資助伊朗這個政權，而使他們得到了軍事上的利益，所以美國海軍可以視為軍事目標而加以摧毀，這是他們講的話。他們沿用了一個法叫做國際法中的捕獲法，就是捕獲是什麼意思呢？捕獲就是攔截、盤查、扣押，這個叫捕獲法。捕獲法其實在某些地方，它在這個就是在執行上，它是可以符合國際法的精神，只是說你動用捕獲法的這些國家必須要有正當的理由，不然到時候還是會上海牙的國際法庭去審的。那現在美國他的意思就是說，他的戰鬥群，我們現在看到15艘，我跟各位坦白講，那個15艘裡面只會出動2艘，為什麼你知道？因為就是一個戰鬥群，它屬於航空母艦戰鬥群裡面的驅逐艦支隊派6艘出來到阿曼灣外海界護，其中的2艘前進到荷姆茲海峽的外圍，也就是說，你從荷姆茲海峽裡面受到了這個伊朗的同意之後，你開出來之後，就面臨美國在海峽口等着你，就把你攔下來了。如果他認為說，你可能帶了什麼東西，你可能帶的石油全部都是要運到哪裡的？要運到中國啊、俄羅斯的這種油的話，我就扣下來了啊。然後有一些船，他可能會說，那我就關掉 ALS， 什麼叫船舶識別器？我把它關掉。然後，但是美國還是有 GPS 啊，所以這就是先拼先的，你知道嗎？鬥法之中的鬥法。所以我們會認為說，以專家的態度來看的話，接下來這個就是雙方互相鬥法，看誰會贏。可是你說，伊朗會不會真的出動？比如說他們最號稱他們最口碑的無人機飽和攻擊，或甚至技術伊斯坎德的飛彈攻擊，或者是無人艇的自殺攻擊，那個是到最後了，那是完全談不攏了，那就是保證毀滅了。我覺得要慢慢看這個態勢，因為從昨天晚上才開始，我們現在還沒有得到很多那個匯報，但是慢慢會升溫。如果川普跟伊朗之間的談判有更多的進展的話，
也許真正的封鎖不會發生，也許伊朗就不會採取過激的軍事行動，但這一切都在未定之天。對，這個封鎖行動其實才剛開始而已，所以接下來還要持續的做關心。那麼剛剛也提到，如果美國真的去做這個所謂的封鎖行動的話，接下來如果是說自己的盟友像是日本啊、南韓這些船只經過的話，美國真的敢開火嗎？等一下也會特別請教尚志哥。那如伊朗說的，他真的也敢攻擊波灣國家嗎？等一下我們也會持續的來做關注。我們先來看到在這個美國針對於這個港口這邊。做了封鎖之後，中國大陸是立刻做出了批評，很酸美國是夠狠、夠蠢，也夠損。那他說什麼呢？牛彈琴是這樣講的：原本呢，伊朗對這個海峽只是說是有條件的開放，友好國家跟付費船只可以通行，但是美國現在變成是全面封鎖，連已經繳費的船也要全部攔下來。看起來表面上是斷了伊朗的財路，但是實際上呢，是造成全球的油價飆漲跟經濟動盪。他認為美國這麼做叫做殺敵1000，自損800，兩個溺水的人互相拉扯，其實呢誰都上不了岸。那批評的還有歐洲國家，英國首相施凱爾說，英國不支持美國封鎖荷姆茲海峽。西班牙則是痛批說呢，封鎖伊朗的港口毫無道理。首相也說，沉迷在零和遊戲這種博弈的國家應該要清醒了。日本輿論則是現在非常的反對美國跟以色列。尚志哥怎麼看？我想荷姆茲海峽一開始被伊朗控制的時候呢，大家是很不滿，也覺得很大的危機。可是終究後來慢慢好像可以談。可以通過有條件，那麼包括付錢哈，所以終究還是有個舒緩的可能。但是現在美國同時也一起封鎖了，這整件事情就變得大家就懸在那裡，卡在那裡，就沒有辦法輕易。其實就消息面來說，也沒有辦法輕易的就可以放鬆。這就是中國大陸批評的這個自損800的原因。事實上，在這些川普剛宣布不久，美國方面其實就有電視節目在評論當中，就有專家就直接在節目當中直接就問到說：好啊，你說你封鎖，但如果是中國的郵輪，而且旁邊伴隨着一艘中國的軍艦，那你膽敢嗎？其實當天其實這個就是在美國方面輿論裡頭就丟出來的話題，所以非常有意思哦。所以我覺得現在狀況就是，美國真的可以敢登船嗎？其實我們看中國大陸，你這個指標其實。不要說別人，就是中國大陸，因為都知道荷姆茲海峽這個地方運送出來的油主要是供應給亞洲地區，包括日本、韓國跟中國大陸，最主要是在這裡。所以日本、韓國當然作為小貓咪，可能美國不讓他們動，他們就不動了。可是中國大陸真的可以嗎？而且大家都知道，中國大陸可是自從中東戰爭是不止。2023年開始，中國大陸在波灣地區，包括亞丁灣跟阿曼灣，長期都至少有6艘的軍艦持續在那裡，4、5、4、6、7，像我們現在熟悉的，現在在那裡有許昌號、焦作號跟紅號，都是動5級的飛彈驅逐艦哦。此刻現在不只是有這個萬噸級的飛彈驅逐艦，現在在那裡還有至少3艘的電子偵察艦。所以也就是中國大陸在那裡，其實不只是在看好戲，大家也在這個裡的部分持續在訓練。我們知道過去像淄博號啊，早年烏魯木齊號，都是從2023年這幾年輪流萬電的動5的驅逐艦到那裡波灣地區，一方面去做演習訓練。所以你說美國真的能封鎖嗎？我一直覺得怎麼來對標，就看古巴封鎖。我們知道古巴美國封鎖，其實都說不能去，不能去。可是我們看今年3月的時候，俄羅斯就送了就是送了一個真的是3萬噸的油料就過去了。然後中國大陸從今年3月當中給了什麼呢？包括給了糧食、大稻米，也給了8000萬的援助，還給了5000套的太陽能設備，因為他們缺電缺油嘛。所以你說真的封鎖嗎？大國俄羅斯給油，中國給那麼多援助，你說美國真的登船去搜索嗎？不太可能啦。所以現在這件事情倒不是打美國臉，而是真正的你要封鎖美國，你能實質封鎖小國可以，大國真的嗎？好，謝謝尚志哥。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我
我們持續要關心伊朗呢，在這場戰爭到現在其實強硬的堅持不退讓哦，並且他堅守他的核底線。今天會來關心的是，另外他最近呢向中東5國正式的求償，在這場戰爭當中，他認為賠太多錢了，要向他們來求償。另外呢，川普則是自嗨說呢，德黑蘭。在這個時候向美國求和，結果被打臉。等一下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現在也有個最新預測，針對油價的部分，可能持續漲到$170，被說是反助伊朗可以持續壯大嗎？今天會一起來關心。好，3個火線話題，等一下我們會一起來做解讀。首先，第一個看到的是川普說了，伊朗主動的求和，但事實上伊朗就否認了，還強硬反擊。那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等一下我們都會一起來做關心。再來就是有關於核底線的部分，伊朗到底有沒有可能把它的濃縮鈾如美國要求的交出去呢？還是會偷偷造核，再壯大自己的核能力？第二件事情來看到的是伊朗向中東5國求償戰爭的損失哦。再來第3件事情也會看到，現在中東是否再現麵包危機陰影呢？因為我們從過去歷史上來看，過去的埃及到阿拉伯之春都有上演過類似的暴亂，這一次會不會再掀起革命，釀成這種極端勢力在中東地區重新捲土而來？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都會一起來做關心。好，我們來看到美軍在昨天晚上10點正式的全面封鎖了荷姆茲海峽之後，還警告任何接近這個區域的船只都會立刻的被殲滅。川普更喊話，伊朗甚至呢主動來電了，伊朗啊他想要談判，而習近平主席也希望這一場戰爭趕快的結束。但是伊朗真的有求和嗎？我們來看最新的消息是立刻被打臉，伊朗的海軍司令直接說呢，川普的說法是極為荒唐可笑的，他們並沒有要求和哦，並且呢警告說呢，現在荷姆茲海峽已經被密切的監控，而且呢一切都在這個致命漩渦般的他們的嚴厲的打擊計劃裡面，也就是說，任何的商船、任何的軍艦敢經過的話，都是會陷入危機的。再來特別來看到的是，美伊雙方其實到現在也是互不相讓的議題，就是有關於核能的問題了。特別來看到美國條件是什麼呢？暫停濃縮鈾生產20年，並且要全部把它的高濃縮鈾全部移出境外。再來，伊朗則是說呢，最多我只願意暫停5年的時間而已，所有的材料還必須要留在伊朗的境內。問題主要症結點就是，伊朗一旦他把核材料都給拿出境外的話，還能保住國家安全嗎？再來，我們來特別看了這張畫面哦。其實呢，伊朗還指控美國犯下了戰爭罪，大家還記得嗎？當時在2月底。這個美國跟以色列轟炸了伊朗當地的一所女子學校，一共造成165名的孩童傷亡哦。於是呢，伊朗議長其實在4月初，他去跟這個美國做談判的時候呢，他特地帶着這些遇難孩童的照片，一個個我們可以看到，就放在這個飛機的椅子上面，說是要帶着他們一起去做談判。所以可以看到這個政治問題其實已經升級為血債問題了。伊朗會這麼容易輕易的讓步嗎？現在看起來其實是非常非常困難的，所以節目一開始特別請教大使怎麼看了。川普宣稱的伊朗主動來電哦，說要達成協議，但是從伊朗的動作來看，又是川普在吹牛嗎？有沒有可能他真的放棄他的核武呢？那謝大使怎麼看？我想川普說伊朗主動來電哦，這不知道這個電給誰？是電給他，還是電給美國任何單位，還是跟這個中間穿針引線的巴基斯坦通電話？所以川普，我覺得他講話現在看起來他的那個可信度不高。那從很多方面判斷，伊朗是不會直接打電話給美國的。這一次雙方能夠在伊斯蘭馬巴德產生雙方面的談判啊，是這個中間人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是在中間怎麼樣穿針引線，希望啊雙方能夠用談判的方式來停止這場戰爭。因為再打下去的話，受害的絕對不是只有伊朗，受害的是那些整個海灣國家，通通被拖進去了。那甚至的話，它會影響很多國家的能源的價格。能源價格一高漲的話，它會引起不只是區域的安全危機，區域的經濟危機，會造成全球性的能源危機之後，造成這個全球性的經濟危機。
當然，川普他講的雲淡風輕，他說我們不需要伊朗，我們不需要這些中東的原油啊，對，他意思說他就可以躲得過去，這些是你們的問題，不是我美國的問題，對。然後他還說，我把荷姆斯海峽封閉以後啊，你們就來美國買啊，我美國多得很啊。對，尤其你們要 PNG， 對不對？你們要這個液態瓦斯，那美國多得很啊，對不對？可是當時歐洲買不到的時候，去美國買是市價的4倍，美國這邊發人家的國難財，哎，那你現在這邊的量是全球的20%，不管是油跟氣，這個油跟氣你在短期這個20%斷供的話，那對很多國家是致命性的災難，然後這些。不管你買得到或買不到，那油價跟這個天然氣價格就會往上竄。因為它的定價並不是一個國家自己在定價，它有一個公定的这個市場的定價權。美國也沒有，美國油公司也不能說我自己定啊，對。所以你一桶的成本，它就是用這個公定價錢，用市場的機制決定的價錢。那現在這個情況下，事實上的話，第一天他宣布以後。這個西德州能源跟這個好能源指數啊，布蘭特好，大概分別漲了7到8%，那繼續會漲，繼續會漲，所以人家說漲到170，那如果這個情況，你把荷姆斯海峽真正把它封鎖起來，而且美國的大豆協會聽說他們已經發了新聞稿說，你不要開玩笑啊，川普先生。我們這一些很多，我們這些農業用的這一些好肥料的原料都來自海灣地區。對，你現在你把這個肥料價格你給我搞上漲到3%、30%、40%、50%，我們就完蛋了。我們這個農業也垮了。所以川普講的是，哎呀，雲淡風輕，你們的危機就是我的賺錢的機會。事實上不是如此。那所以這件事情基本上就，川普事實上現在美國很多人都說他有問題啊，這個判斷有問題，因為他在事實上在范斯在談判的第一天，他去看美國的決鬥，還跟那個決鬥手還在那邊握手，哇，看得興高采烈的，就是鐵籠決鬥格鬥，他去參觀。人家說這個人太有問題了，這麼重要的事他去看鐵籠格鬥，對不對？所以其實現在大家害怕都是這個全球能源危機啊。那這個能源危機如果出來，不像川普講的這樣哦，川普這個美國的這個經濟啊，美國的能源價格上漲，美國也承擔不起。那他11月就不要選了，所以很多人都搞不清楚他現在在想什麼。然後。他的出手手還是今天在罵這個啊，褒獎這個啊，天天在那邊寫文章，看起來好像有點脫離現實啊。這個是美國的災難，也會造成我們的災難。沒錯，現在看起來這場戰爭現在是全球買單，包括了美國之內，美國在內也會受到非常嚴重的重擊哦。因為 IEA 其實最新也做了一個預估，說接下來的這個有關於能源的衝擊，其實是超過1970年代的這個石油危機的。那現在確實油價極端已經被預估上看到170塊錢了。那油價這幾天也瞬間飆漲，最高達到8%，突破$100大關。IMF 持續的下修哦，這個有關於全球的經濟成長下修2.2%，通膨恐怕超過5.4%。再來就是全球的供應鏈問題了，這個原物料吃緊啊，包括了這個塑膠啊，還有 LNG 天然氣、半導體都拉警報。製造業包括本來是做這個日本的衛浴設備的 TOTO 廠商，它也暫停接單了，因為現在製造業產能也大減，運輸成本當然也暴增哦。波斯灣航線的這個運價也不斷暴漲4倍，40此櫃突破了$8000。美國自己会不会先撐不住？上次哥怎麼看？我想其實大家都很好奇，說到底川普怎麼想的？因為美國封鎖荷姆斯海峽，無疑的就馬上對油價就變成了一個很大的這個碰撞哦。可是呢，那川普到底難道他完全不在意嗎？其實我們看到了各方面的這個研究跟評估起來分析，大概有3個角度。首先，第一個部分是油價哦，當然油價從先前大概60左右，60-70，但一開始從2月底開始，馬上這3月一整個月來，
每次只要情勢緊張，它就漲到100到120。可是稍微有一點點好消息或稍微緩和消息，就大概回跌到100以內。所以現在到底100到120是不是就是最後是它這個漲幅的區間？包括資本圈裡頭很多人在看，當然喊出170啊這種嚇人的也還是有，但現實面上是不是始終都有在這種緩和哈？所以因為畢竟來講，現在整個波斯灣的石油並不是斷供，而是減供。所以還是從其他的渠道部分出去哦，所以這裡頭再加上，因為這次你看美國自己產油，俄羅斯產油，中國大陸因為自己儲備油夠，所以在幾個大國，中國也沒有因為這油受到影響，所以我認為這是整個對於油價並沒有崩潰的很關鍵的原因。那麼第二個部分，當然就剛剛前面提到的，就是說布蘭特原油作為全球的指標當然是高的，但美國自己國內的是所謂這個西德州原油，大概跟布蘭特原油都有大概10塊到10幾塊、20塊美金之內的這個緩衝差價。美國當然石油油價也高，但跟全球比起來還是少一點點啊，已經有賺。所以美國當中還是不是跟全球的這個油價的聯動這麼高？第三個，我認為就是還是在於從資本圈來講，現實產業圈，因為剛剛講有缺嘛，有人漲，這個裡頭是有實業當中，尤其在亞洲地區影響很大。但然而，就資本圈來說，其實漲跌對他們來說都只是投資與否的損失。所以你從資本圈看油價這件事情，跟現實的石化業，尤其亞洲地區缺油，這個是2個不同的概念。漲可以賺，跌也可以賺哦。所以這個部分其實資本圈現在看到這些數字的變化裡頭，大家不要覺得一定就是很恐慌的。但我們不得不說，能源的欠缺現在看有外溢到前面剛剛大使所提到的，包括各式各樣的肥料。我們要看一個指標哦，中國大陸像過去很多東西，它還是繼續自己購有，可是它唯獨開始把它的化肥，我們講包括氮肥啊、氨啊跟磷，開始禁止出口。也就是說，中國大陸如果有餘力的話，它還是會給東亞地區、亞洲一些國家，菲律賓啊、日本、韓國會給一點。但你如果去注意中國大陸也突然斷供的東西，就表示說這個東西其實中國大陸也對於自己本身農業方面的儲備非常謹慎，要顧自己了，沒空再顧你們這亞洲其他小國了。所以反而大家要注意的，除了能源油價的變化之外，現實從能源產生出來的這些化肥啊等等的，有哪些領域現在其實中國大陸收緊了，而且沒有對外多說什麼，那這個部分反而要多注意的。好，那我們看這場戰爭引爆的，不管是在能源啊，還有原料，甚至在糧食上面的危機哦，逐漸的在浮現。現在是擔心說，這個糧食危機持續的，如果在中東地區持續的引爆，而且越來越大的話，會不會在政治上面出現動亂？那讓更多的這種比較激進的組織崛起？為什麼這麼說？因為現在呢，中東地區正在重演的是當年的麵包這個暴亂。那其實當時在1977年的時候發生的這個埃及的糧食危機也有類似的情況，甚至到大家比較熟知的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也就是在這個時候糧食危機引爆政權的崩跌跟 ISIS 的崛起。現在擔心的是現階段會不會有類似的事情發生？那幹哥又怎麼看？如果這樣子在全球的經濟緊繃的情況之下，那一定要怪罪於美國發動對伊朗的這種戰爭。為什麼？我們從1977年的埃及，它因為物價的上漲而產生了很大規模的暴亂，但後來被平息下去了。幾十年之後，大家還記得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嗎？其實它的發生地不是在埃及，是在突尼西亞。它怎麼發生的？它就是因為物價上漲，然後本來有工作的青年，他活不下去，他推了一部車到突尼西亞的首都。他就是變成一個小販，結果被警察掌掴。他因為受到很大的屈辱，他當場自焚了。他的自焚造成全國動亂，造成所有的人民都上街了，就是史稱的茉莉花革命，就在2010年發生的。隔年2011年發生在哪裡？發生在埃及首都開羅，所以史稱這個活動叫做阿拉伯之春。把獨裁者穆巴拉克給拉下來了。穆巴拉克他執政40年，結果後來又換上了誰呢？換上了塞西。塞西現在已經執政13年了。埃及比以前更加威權，更加腐敗，更加的沒有辦法讓人民所接受。而在這個期間，就是說阿拉伯之春之後，更加的引致什麼情況發生？也就是所謂的 ISIS 崛起，伊斯蘭國的崛起。大家要知道，像這些事情
都會走到極端主義上面去，是因為什麼？因為人民活不下去，就是這麼簡單。人民為什麼會活不下去？因為受到國際局勢的影響。所以這個一體的兩面，甚至是三面，大家看到這種情況才會知道說，阿拉伯世界他們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相對我們在亞洲反而是穩定的，是不是？那就是因為說，當地他們受到了政權以及經濟因素的影響之後，你就會發現它會導致一些極端主義的發生。那伊斯蘭國就是在這種背景之下，巴格達迪當時要成立的時候，我跟你講一呼百應。為什麼？大家認為說這才是伊斯蘭社會的未來的希望，大家都非常的看好他。結果巴格達迪一上來，砍頭的砍頭，削手的削手，挖眼的挖眼，進行極端恐怖統治。所以在伊斯蘭國現出他的真面目之後，他就失去了所有的阿拉伯的盟友，是這樣子。所以我們必須要說，如果再發生像伊斯蘭國這樣子的恐怖組織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呢，它會造成全球的經濟動盪的可能性會更大，所以封鎖海峽、登船檢查，甚至進行更大規模的空襲，我覺得這些都不是美國應該採取的行動，也不是伊朗應該採取報復行動的時候。阿拉伯之春已經是非常好的一個歷史教訓了，大家應該是要真正要開始坐下來談判，因為那個倒霉的最後還是無辜的老百姓，不管是伊朗本地的老百姓，美國人你也好不到哪裡去，你也好過不到哪裡去，這是一樣的道理。好，謝謝幹哥。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持續來看到是川普呢，現在自比他是耶穌哦。當然，這個言論一出啊，真的是惹怒了在共和黨自己內部的這些保守派。現在呢，共和党內部的 MAGA 的鐵粉是集體倒戈了，並且傳出了許多是罷免川普的聲浪，席捲到全美國。CIA 的前局長直接痛批川普，說他精神不正常。好，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好，這一次呢，川普不僅呢再度的他口轉向了，我們來看到呢，這一次引爆爭議的不只是他的政策而已，是這一張 AI 的圖，而且這張圖竟然是川普自己放的耶，他把自己呢比擬為耶穌哦，然後呢，你可以看到他的這個手邊金光閃閃的，旁邊的這些人就這樣仰望着他，把他當作是一個救世主哦。當然，這個照片一出來，共和黨內部的保守派氣炸了，尤其是這一位呢，本來是跟這個川普關係很好的，那麼也是支持川普的保守派政治家，他叫做蓋恩斯，他也說無法理解你川普 PO 這張圖的用意到底是為什麼？應該要謙虛一點，甚至呢，上帝是不可以拿來給你褻瀆的。這樣子的言論炸鍋之後，川普呢是趕緊的 PO 完文之後，立刻把這一則貼文給撤掉。那還跟記者說呢，他以為這張照片裡要呈現的這個呢，不是耶穌，只是一位醫生。他覺得他現在做的這些事情，就跟醫生一樣，在照顧着老百姓。那大家會把他比擬做耶穌，是因為呢，記者們都在寫亂做這張圖的梗，把他塑造為耶穌。那他認為呢，這根本就假新聞，都是記者自己製造的問題。幹哥怎麼看？好。這張圖真的引起軒然大波。我現在可以告訴各位，你知道這張圖是誰 po 的嗎？是李威特 po 的嗎？是白宮的新聞秘書嗎？還是他的真實社群的網頁的小編 po 的？不是，川普承認了，我自己 po 的。我半夜沒事幹的時候，我拿着手機自己 po 的。我從來沒有看過一個總統，而且是美國總統哦，這麼偉大的國家的總統，他竟然說是我自己 po 的。他一 po 上去的時候，因為這都是大家都看到，這個 AI 合成，對不對？他自比耶穌，可是自比耶穌是非常非常嚴重，應該說是很慎重的一件事情。你不能把自己比作耶穌，結果他放在人家的頭上，好像他有治癒的功能，所以他開玩笑說他是醫生。這個引起的反彈不是來自共和黨對手，不是民主黨對手，連共和黨自家人他們都覺得說，你可以這樣子做嗎？蓋恩斯是誰？蓋恩斯是川普的鐵粉，他都說。這個實在是太扯了，太離譜了，所以後來他自己就想說，好吧，就主動自己就把它下架了。可
可是他對梁14世，也就是教宗啊，的態度還是一樣。他講一句話，他說：“我不喜歡梁14世，你要搞清楚，你會當上教宗，唯一的優點是因為你是美國人，那是因為是有我川普你才當上去的。如果沒有我的話，你根本當不了教宗。我比較喜歡你弟弟，他的弟弟一樣也是那個教會的人士，在梵蒂岡。然後所以他弟弟叫路易斯，他說應該叫路易斯來當啊。身為美國總統，你把教宗在很多這個就是說虔誠的這些信徒的眼中，他是多麼神聖，他是經過多麼繁複的程序之後選出來的，他是宗教領袖。結果川普還說，我喜歡他弟弟，我不喜歡他哥哥，因為他哥哥對於我處罰伊朗的方式那麼多意見。那其實老實講一句，我也不是梁14世的粉絲啊，川普自己講，所以說我不用看他的臉色。他又再次重申說，因為有我川普，所以你才能夠當教宗。我覺得川普已經進入一個階段了，他的精神跟他的邏輯判斷恐怕出了問題。他會 po 這樣子自戀的照片，你就會曉得說，他其實不是在一個正常的狀態之中。我可以告訴各位，接下來他還會做出更多越舉越軌的事情。但是不要拜託發生了真正的這個美伊戰爭升高的話，那倒霉的是我們全球的百姓，還有包括所有千千萬萬希望世界和平。梁14世他有講，他說我是站在散播福音者的立場去看整件事情，去看整個世界。所以川普不喜歡我，我非常的遺憾，我也只能夠接受。所以你就想說，兩個人的格局完全不一樣，我們再繼續看下去吧。好，這已經變成是一個笑話了，是不是川普的壓力太大了？現在精神上面真的出現問題呢？那剛剛幹哥也特別提到，他跟梁14世之間的這個衝突、這個對話哦，他還另外嗆了教宗說呢，你不該認為伊朗永和是無所謂的，你也不應該批評美國總統，如果沒有我，你也不會當選。就梁14世呢，就立刻反擊說，我不害怕任何政府，也不會停止反對戰爭，因為教會就是要追求和平，反對戰爭。當然了，現在是美國他自己的盟友也開火了，意大利總理梅洛尼認為川普對教宗的言論是不可接受的。到底怎麼回事？川普的狀況，尚志哥怎麼看？我想你要研究川普這個精神的狀況，我認為還是牽涉到他2024年7月，當時他在賓州的這個巴特勒被暗殺那一次哦，大家要記得嗎？不是耳朵打過去嗎？其實那時候雖然還在選舉過程裡頭，其實那時候就會有出現一個東西說，川普是不是上帝的這個天選之人？當時其實美國輿論有很多討論哦。雖然作為一個選舉造是 chosen， 他說 chosen one， 他是被上帝選擇的。而我都覺得在當時看起來，這個部分的概念對於川普一開始他可能還是驚嚇的，但隨着後來他越來越相信這樣的說法，乃至後來一路最後贏取了選舉。所以你要看川普的一個宗教信仰，他自己當然也是還是基督徒。可是呢，他為什麼會自我膨脹？我認為這裡頭不只是一些政治思想，他一定有一些核心的東西。而我個人認為，這個核心是他那一次逃過暗殺的劫難，他的那個最後其實有個自我的肯定，或自我覺得上帝是站在他這一邊的核心。我個人認為是這裡。但是這一次真的影響了很多人哦。要知道，其實全世界其實天主教徒不包括基督教是將近14億人口哈。而在美國方面，其實天主教徒只有20%，7000萬人。如果基督徒更多，美國基督徒大概是65%哦。那其實對於他現在直指挑釁有關於這個上帝跟教宗的這個角色，這裡頭其實是一個深層次的東西，它就不只是政治價值可以拿來衡量或美伊戰爭這個東西的角度。所以這個川普在這一波當中做的最影響，我認為深遠，很多人會對他從根本性上造成很大的懷疑或者否定的話，可能就是這一次這個 AI 圖，所以他也感受到了，所以通常他不帶撤文的，他才會撤。當然，這次後面的影響性，包括從這裡開始，就不得不說，這種對於所謂的美國核心的這種精神價值的這個墜落，除了這次在美伊戰爭體現到美國的軍力、軍權、美元的這個過去全球部分的價值標準，還有包括自己美國國內的這些動盪之外，我覺得大家已經陸陸續續感受到，美國方面包括一般民眾那些，就是說開始川普讓很多美國人自己都看衰
美國自己。所以這些精神性或信仰性的東西一旦在出現的時候，對於社會的深層次的影響是有的。現在很多时候中國人大家學要 copy 中国過生活啊，很多就是包括抖音上面啊、小紅書上面，很多美國人在做的事情。最近我们也注意到了，包括很多汽車產業的巨頭，大家對於美國基建，包括對於他們自己的這個新能源汽車，很多產業上美國也開始失去信心了。因此，如果信仰價值受到衝撞跟崩潰的時候，會對於美國的國力衰退會更加一筆。好，所以呢，我們也持續看到，那現在到底最新川普的民調表現到底是怎麼樣呢？確實受到非常多的因素綜合起來，《每日郵報》最新顯示，支持率已經正式的降到只剩下43%了。民眾最不滿的2大議題就是通膨失控跟中東的戰爭政策導致的油價飆升跟通膨，實在讓他們過得太苦了。CIA 的前局長在這時候也喊話說，有關於罷免總統的條款現在再次的被提出來，國會內部也開始醞釀了彈劾川普的聲音。現在就是擔心接下來的期中選舉，一旦共和黨失利，川普有可能被彈劾，甚至面臨生死政治上的關卡嗎？大使怎麼看？他現在應該是一步一步走向被彈劾的路了，會越來越接近。因為美國彈劾的門檻非常高，因為在參議院，眾議院是1/2就好了，20名通過就成案，參院是2/3，所以眾院他只要掌握這個多數的話，他很快就可以把這些案子壓下去，所以他的危險就是在期中選舉了。期中選舉他失掉，如果2院都失掉，那他就蠻危險了。眾院失掉了，眾院失守，他也很危險。而且這種彈劾案，其實美國常常在提啊，這些議員幾個人成案，他就提啦，那只是過不過、通不通得過的問題啊。所以就是說，川普他現在做的很多事，就不要太怎麼講，在這個怎麼講呢？就有一點太違背常理，太超過道德標準，然後呢，太令有爭議性。比如說他的親信炒股票啊，這些事，還有他的羅利島，人家查得差不多了，他就把他的司法副長給他 fire 掉了，不照他的意銷毀文件的話，就把他查。這個都是我自己幹公務員這麼多年，我只有一個信念，就是說，我認為。凡走過必留下痕跡，對，所以其實公務機關辦事情的話，基本上很多都不是靠嘴巴的，都是要留住文字的。像我們這種受過訓練的公務員，我們很多重要事我們都要寫簽呈的，這不是你一個人能夠承擔的，而且它基本上它就是一個集體決策過程。如果你是一個獨裁者的話，你沒有辦法這種公務體系這種公務體系的做事，基本上就是集體負責任制，它一定要從下而上。那你如果從上而下的話，那基本上你自己就很容易違背法令，因為對於法令的細節最了解，通常是這個基層的承辦公務員到科長，到這個副司長，他們從基層的，他不會做違法的事，那他也不會怎麼講呢？答應上面交辦他違法的事，上面要交辦他違法，他就留證據了，免得到時候將來東窗事發，他就都被牽涉進去。可是我看川普這種作為的話，在一個法治講究行政法法治傳統的美國來講，川普有時候不知道自己冒了多大的險，這個他就是一個他的問題了。他一旦一朝失勢以後，所有的文件都在那個地方。像羅利島，你看看這個案件還不是一個公法案件，是一個司法案件，基本上人家有幾萬頁的資料啊，只要那些。這些所謂的治安單位一介入調查，所有都變成公文書了。公文書你就不能隨便動，所以川普是非常危險。我認為他的作為非常危險。那這完全會在他敗掉這個期中選舉以後的危險。以前美國總統我們看就是說，他有期中選舉，他丟掉1個院他就跛押了。就沒有辦法推動重大政策，因為重大政策基本上要有法律作為基礎。你比如說你的稅收制度，這是通常美國的重大制度，還有你這種相關的，你比如說醫保制度，這都要法律做基礎，你才能夠去國庫裡面拿錢吶，要不然你動不了這個錢。
對，所以就變成就重大政你就不要，你就蕭規曹隨吧。所以其實成為跛鴨的美國總統，在他的譬如說啦，他這個期中選舉失敗以後，是最危險的，對別的國家最危險，對美國最安全。為什麼對國家？因為他沒舞台以後，他就搞外交。搞外交不是修理別人就是打別人，這是美國歷史就走這種循環。那不過川普這次打別人修理別人，美國沒得到好處，不像日本以前侵略中國，日本賺得盆滿缽滿。那這次是把美國的國庫都給它越搞越空了，所以川普現在掉到43。你想想看，再繼續這場戰再打下去，油價漲到1，再繼續要漲，他這個絕對這個期中選舉必敗啊。好，謝謝大使。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我們要趕快來關心到俄烏戰事，很久時間沒有談了，但是其實有非常非常多新的進度，趕快帶觀眾朋友來特別看到的是，俄烏其實現在在停火方面同樣也是破局了。俄軍現在加大他的攻勢，戰場甚至是全面升級的。烏克蘭則是崩潰，外包防空，平民現在也要捲入這一場戰爭當中了嗎？為什麼會這麼說？今天我們會持續的一起來做關心。好，本來是說好了這個復活節停火32小時期間，但是呢，雙方卻在這個時候互控你違規啊，持續的攻擊，而且呢，違規次數達到了數千次。先來看俄羅斯怎麼說的，他說軍事行動接下來不會停止，要到烏克蘭你完全接受我們的條件。烏克蘭總統則是說呢，如果烏克蘭不能融入在歐洲的安全體系裡面，那麼歐洲你也會危險了。接下來你的部分地區也會淪為俄羅斯的一部分，這是澤倫斯基針對於歐洲國家祭出的最新威脅警告。俄烏戰爭什麼？現在看起來有點像美伊戰爭，一邊打在一邊談。現在只有俄軍取得絕對性的優勢，甚至在整個烏東真的被吃下來之後，烏克蘭才可能真的接受停火嗎？那有沒有可能真的走到這一步？那普丁會出手嗎？大使怎麼看？其實我覺得普丁現在在等國際局勢的變化，等美國跟歐洲鬧得更僵。等這個國際經濟陷入大危機，然後這個歐洲也沒錢了，美國也沒錢了，然後呢，歐洲跟美國又鬧翻了，然後呢，澤倫斯基就越來越孤立，因為歐洲基本上他可以出一點錢，可是，在戰場上他沒有這種所謂的空中太空的優勢，他很難打的。歐洲並沒有這個優勢，歐洲的軍事力量給你一些戰鬥機給，可是你這個戰情指管啊，這一些系統要美國的空天部隊能夠，他要他的這個衛星系統，他要他的什麼？他這個這種衛星的通信系統啊，這才能把這場戰打下去啊。對，歐洲有這種，歐洲也靠美國啊。北約為什麼這麼依賴美國？美國在太空上投資多少？北斗衛星的這個那個定位系統，那是作戰的根本。現在作戰，歐洲的伽利略系統，他們自己都不太用啊。我知道我在那個歐洲搞了幾十年，這個定位系統還沒有那麼強啊。現在能夠在軍事上能夠發揮龐大功能呢，要不然你就靠中國大陸北斗，歐洲能靠中國大陸，那只有靠 GPS 啊。所以今天的戰爭都是精準的，都是遠距的，都是這個精準遠距打擊的，對不對？人都看不到，飛彈就打到你的哪個工廠，一個個鎖定。那更不要講了，烏克蘭這個軍隊一開始靠什麼？靠星鏈系統哎。星鏈系統其實不是一個太複雜的系統，它只是有低軌衛星，它讓你的通信可以通。因為你基站都被打掉了以後，地球是這種弧形的，你通信不通啊，你只有靠衛星系統啊，那就要靠什麼？就希望你馬斯克給他一些這種星鏈系統的接收系統啊，對不對？他才能夠在戰場上生存，這都是美國的。所以現在我覺得兩伊戰爭就是美伊戰爭，從俄羅斯的觀點，就跟歐洲人跟美國人看俄烏戰爭的觀點完全一樣。我就希望這場戰爭消耗美國，消耗歐洲，消耗美國跟歐洲的這種傳統的盟關係，消耗。美國跟歐洲怎麼看俄烏戰爭呢？其實講的都沒有用，他就是要看你去消耗俄羅斯，
他就是要這個靠誰去消耗？靠澤倫斯基去消耗俄羅斯，就是如此而已。那消耗就是目的，誰都達不到勝利。消耗就是目的。我認為就變成就是說，這場戰爭現在這個可以說西方自亂陣腳。那澤倫那普丁急什麼？普丁在旁邊。雖然不是吃瓜群眾啊，不過他二郎腿應該翹得蠻高的。好，這一場俄烏戰爭跟這個美伊戰事看起來很像哦，都是一場比較長期的一個消耗戰。那其實呢，我們也看到在第一線戰場，現在其實他們使用的武器也開始做了很大的轉變。過去的這些大型武器啊，幾乎已經不再這麼的重用，現在是全面轉向的，就是無人機的消耗跟這種全天次的干擾，被形容是為100萬架次級別的一個戰場的消耗戰。那另外一方面，烏克蘭他現在說他的攻擊無人機的數量已經超越俄羅斯大約30%了，他認為這是他的優勢，他現在可以說是掌握戰場嗎？等一下我們也會持續的請幹哥幫我們做關心。比較特別是我們也要來看到是現在有一個爭議點，就是烏克蘭現在呢開始說允許民間企業參與防空，甚至他們可以自行採購武器，建立防禦的系統來協助擊落俄羅斯的無人機，等於把國防體系給都半民營化了。意思就是說，那俄羅斯也可以去攻擊這一些企業嗎？這一些所謂本來只是做企業的，但現在變成了戰鬥單位，他們可以變成一個新的攻擊目標嗎？那平民不就一起給捲入在這場戰事裡面了嗎？城市工廠難道都變成戰場了嗎？那幹哥怎麼看？好，俄烏戰爭現在的樣貌已經快要讓現代的軍事專家認不得了。為什麼？你在戰場上，你再也看不到真正的，就是說主戰坦克跟裝甲車在路上跑，沒有這些東西了。對付敵人的陣地或者是目標的話，出動的一定是無人機。無人機從大大小小到現在已經升級到，你知道嗎？你用光纖操控了。光纖為什麼要用到光纖呢？那不是很高的技術嗎？對，現在用的最淋漓盡致的是烏克蘭。你知道為什麼？因為光纖可以抵禦電子反制，它在高強度的電子環境之下，它不會受到干擾。也就是說，以前我都互相，因為兩方的電子，就是說這個電子作戰以及無人機的這個能量差不多，俄羅斯跟烏克蘭差不多。從4年多前爆發戰爭到現在，他們總共已經出動100多萬架次的無人機了。那接下來還會更加利用無人機。你放心好了，為什麼？因為我們沒有辦法再打那個一顆300萬美金的愛國者飛彈，那個真是打不起啊！因為一架無人機最多5萬美金而已，你要用300萬去對付5萬嗎？所以現在大家都改，俄羅斯甚至自己都改了，他把那個我們講過太多遍 S300跟 S400那個全球最精密的防空系統，相當於跟美國愛國者一樣的系統，那也是一枚不知道多少錢的飛彈，他說現在都改，不用，這個打那個天上的這個無人機太貴了，我們把它改成地對地飛彈。這種飛彈是要對付什麼？對付紅軍城，對付那個就是東烏克蘭的那種地對地的飛彈，而不是專門打天上的，因為那個這根本划不來了。所以戰術思想整個都在變，全世界的專家都在看。我們台灣一定要好好看一下，你去想一想，已經用到了光纖無人機了，我們的無人機才剛剛開始起步，跟對岸怎麼去比，完全比不上。所以這個戰爭還要再打下去嗎？而且烏克蘭已經弄到什麼地步？他現在已經最新的是說，讓那個大型能源公司來，你們來包什麼？包什麼工程？不是包國家的工程，是包無人機的工程，因為你們可以自己防禦自己的公司，大型的保全公司、能源公司，你們可以在自己的公司附近建立陣地，還有這樣子的，在你自己家附近可以建立陣地，然後現在還允許在你們工廠的屋頂上面架上50重型機槍，接下來以後就可以裝防空飛彈。澤倫斯基做生意已經做到這個地步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嗎？就是說，現在都已經讓民間企業來承包國防工業了，不過你裝上了50機槍，還有你裝上了無人機以後，拜託你要告訴我們國防軍啊，你要告訴我們就是我們國防部，
你不要到時候把我們自己的無人機給打下來，或把我們自己的飛機給打下來。也就是說，他們現在因為國家承擔不起，就把這個民間的力量拿來用，就是大家一起讓看看能不能再分擔一些壓力出去。所以大家要曉得，以後戰爭的樣貌完全不一樣了。但是我覺得，就算澤倫斯基做了這麼多努力，可是這個消耗再下去的話，不管北約或是美國都受不了。澤倫斯基恐怕自己一定會先垮台。好，所以剛剛干哥特別提到這個國防的工業直接外包給一般的企業，那會不會也讓這些企業變成接下來這個俄羅斯攻打的可以合理解釋的一個攻打的目標？尚志哥又怎麼看？2026年其實烏克蘭有提出他們的預算需要1350億的歐元，但是到2月11號，在整個歐洲議會才初初通過，只給900億哦，其中600億就是拿來做軍事，300億是烏克蘭自己的這個運作。美國給多少呢？美國現在只國會通過給他們1年4億美元而已，其他的現在都沒有看到。澤倫斯基其實2025年東跑西跑到處要錢，其實都美國沒有承諾，川普沒有給。好，現在有900億，只用600億來買軍事。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說，先前美國包括愛國者飛彈也都不給了，防空對烏克蘭太重要了，所以他必須要採購愛國者美國之外的新的防空系統，這第一個，所以他開始在找看有沒有別的嘍。第二個部分，好，歐洲那麼多國家要給他900億，這600億的這個軍事預算當中，你說過去錢都給烏克蘭，烏克蘭是研發，但是他現在看苗頭不太對，因為主要是法國、德國、英國這些給錢的時候，他乾脆把這個錢直接給這些民間的軍事公司嘛，所以這種東西，因為600億不是都給你啊，你要提計劃，你要做什麼東西，你才能夠拿得到這些歐洲議會的錢。所以他很聰明，我覺得真的是很賊的。所以我現在防空外包給你們這些公司，他要做的是就是跟歐洲的企業，尤其是這些工業製造業緊密合作，他就是沒辦法，他就往下伸。那麼第三點，主要也就是最近我們看到，其實，在歐洲一些防空的這些服務公司 ，Karmin Sky， 它這個85%的防禦力，甚至還有保全公司也很厲害，在打無人機，看起來好像真的可以用哦。